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呢，是2026年我推薦呢可以購買的不可換鏡頭的相機。為什麼現在要做這支影片呢？理由非常簡單，就是因為 Panasonic 呢突然出了 L10。其實我過去呢，就是很多觀眾在敲碗說，可不可以趕快做一支關於隨身相機的影片，但一直都沒有做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是我其實有點想等 Sony 的 RX100 的8代真的推出之後再做，是因為目前市面上，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就缺了一台比較现代化的变焦的比較適合旅行的小相機，但是因為每一台都有點舊了，以為會是 RX100 8代先出，但沒有想到呢，卻是 LX100 的後續機種，也就是 L10 先出了，所以我們就不等 Sony 了，那我們就直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以現在為止呢，就是這種隨身相機裡面我推薦了哪些相機。那一開始呢，我要先講一下今天這支影片呢有蠻多的限制。首先呢，為什麼會針對在不可換鏡頭相機呢？我本來一開始想設定就是隨身的相機，但隨身會牽扯到底多隨身。那有的觀众會說，大家很喜歡講就是隨身就是你可以放到口袋裡，就是隨身相機。但如果去年器材展有到現場的觀眾應該就知道，有一个人呢在我面前呢把 A1 II 跟2470 GM II 两個加在一起塞進他的口袋裡。從此之後，我們對於口袋機的定義呢就發生一些變化，所以我覺得那樣太麻煩了，所以我覺得呢就把範圍限縮在不可換鏡頭的相機裡面。那第二個限制呢，就是我會選擇近代比較新一點的相機，而且最好是它還有新品在販售的，因為再更舊的，包含像 Sigma 的那個整個 DP 軍團，它非常的多，我也非常喜歡，畫質表現也很好，現在還是有非常多的愛好者。但是呢，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說，你要去買二手那些不是很友善，而且那種全部加進去，今天應該是講不完了。就針對現在在網絡上還可以買到新品，而且也是比較近代，討論度也比較高的，有些真的太冷門的，也許就 pass 了。還有一種類型的也會被我濾掉，可能像是柯達的 FZ55，或者像富士的 XF 這種，我覺得是比較否放類型的。當然知道這些相機呢也可以拍照，也有人可以用這些相機拍出好照片，但我覺得這些相機本身的限制性太多，我不太想要跟這些相機呢全部合在一起討論，所以那些部分呢我也先把它排除下。排除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呢，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節目。今天呢，我們把這些不可換鏡頭相機呢，我把它分成3類。首先第一大類呢是偏向旅遊的。那偏向旅遊的類型呢，我覺得它的共同特點呢，是變焦鏡。在旅遊上面呢，變焦鏡可能比起定焦鏡，對於新手入門或者是對於一般人來說，還是比較方便一點。它畢竟出國旅遊，那重點如果不是全部放在攝影上面的話，帶定焦鏡的隨身機受限度還是比較大。常常跟觀眾講說，其實我自己很推薦帶定焦鏡出去旅遊，但很多觀眾還是會反映說，其實還是比較喜歡用變焦鏡。那這樣子在拍攝上還是彈性一點，所以我們第一個區塊呢，就是帶變焦鏡的不可換鏡頭的小相機。那在這個區塊內呢的共同特色呢，多半就是它的光圈一般都是浮動，因為在這個體積下要做恆定光圈還是有點困難。那感光元件呢，一般是比較偏小的。那今天呢，總共有4台相機呢，會包含在我們今天要討論範圍內。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 Panasonic 的 L10、徠卡的 Deluxe 8代，以及 Sony 的 RX100 7代跟 Canon 的 G7X 3代。這4台呢算是現在你買得到，我覺得比較厲害一點的隨身的不可換鏡頭的變焦的小相機。那我們就一台一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特別想講一下，就是我們先從 L10 開始講，因為 L10 我們沒有，但是因為我手上有 LX100，那我相信對於有在關注 Panasonic 的相機的人就知道，那 L10 呢大致上就是 LX100， 你可以說它是3代。那體積上面呢是稍微放大一點，但包含鏡頭本身，它跟之前的 LX100 呢都是用同一顆的鏡頭。那這個鏡頭呢，它的焦段呢是等效的24到75，光圈是 f1.7 到 f2.8，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好的規格。再加上 LX100， 也就是像 L10 呢，它的感光元件是 M43 的，所以感光元件也不算到太小。那在這個搭配下呢，我覺得這台機子為什麼會一直如此的經典哦，一直到現在 L10 的呼聲其實非常的高。那就我們今天在錄製節目的時候呢，網上已經在傳了，就 L10 的產能已經爆掉了，就是感覺大家已經該買的買爆了。所以我認為那就是一台本來就是大家會想要去購買一台相機。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呢，Sony 的 RX100 還沒有更新8代，然後 Canon 的 G7X 甚至 G5X 都沒有更新新的相機。那可能像 Canon 現在都往可能比較偏影片的方向去走，那 Sony 也是。所以在這些隨身小相機
都沒有更新的情況下 ，L10 變成是在2026年唯一有更新的這種變焦的小相機。我們扣掉徠卡不談，如果你今天要問我的話，確實我直接講結論，就是目前在2026年的此時此刻，最推薦的不可換鏡頭的變焦的適合旅行用的小相機就是 L10。因为我們畢竟沒有拿到實體的相機，那以我過去使用 LX100的經驗呢，簡單分享一下，就是這個小相機呢，就像我剛剛賬面上講，其實賬面上規格非常漂亮，但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呢，還是會有一些小問題，就是變焦的小相機，包含像 RX100系列，其實都是一樣，他們共同的問題就是它開機時間會比較長，它要等待鏡組到位，這個時間是需要比較長的，而且在變焦上呢，會需要比較花時間的，無論你是靠轉盤來變焦，或者是用它上面的這種仿那個變焦環的機構來做變焦，它都是要等待鏡組到位的。對於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過可換鏡頭，可能像一般的那種相機，你可以用手轉變焦環的話，你可能習慣那樣操作速度。那這樣的小相機呢，它其實反應速度上不會那麼的快。但如果你過去就習慣這種相機的話，當時沒什麼問題。可是對我這樣的用戶來說，有時候會覺得它反應確實是比較慢一點啊。如果你今天突然看到一個東西很快過去，或者你今天拍個賽車或什麼東西的，它有時候在相機的反應性能上，這類型的相機的通病就是它反應速度呢不會到那麼的快哦，所以你要及時去做一些快拍的，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如果今天你比較偏向 Snapshot 拍攝街拍的話，我更推薦我們在第二個區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定焦類型的相機。那這些相機會針對這樣的性能做比較好的優化，但是在這種相機上面呢，我覺得方便度呢是它最大的優點。那L10呢，應該跟 LX100一樣，它是有電子觀景窗的，所以整體而言呢，還有很多自定按鈕，而且這次電池也更新了，所以整體而言，我認為它會是一台還蠻不錯、值得推薦的相機。第二台呢，就是徠卡的 Deluxe 其實最近是有更新的，更新到8代。那 Deluxe 基本上是使用 LX100 的本體，然後去加上一個徠卡的外殼跟徠卡風格的調色。那鏡頭都是同一組，這鏡頭真的用了非常多台相機，從 LX100 1代、2代，然後 Deluxe 的都是使用這個鏡頭，包含這次 L10呢也是使用相同的鏡頭。這個鏡頭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在它鏡頭上面呢是可以切換你要使用的影像的畫面的比例哦，你可以把它切成3:2、16:9、4:3跟1:1，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個切換。對於想要嘗試不同類型構圖的人來說呢，我覺得是一個蠻方便的事情。那 Deluxe 呢，基本上它本質跟 LX100 是一樣的，所以我個人呢，我會比較推薦是購買 L10。那 Deluxe 的話，推薦的用戶呢，其實也非常單純，你就是非常喜歡徠卡那個 logo， 那我覺得 Deluxe 完全沒有問題哦。在操作上的話，因為跟過去的 LX100 都是一樣的，那 Deluxe 8代有點算是 LX100 2代再小改款的感覺哦。那我也用過，其實大致上的體感呢，跟 LX100 都是類似的，然後我覺得也是一台不錯的相機，但價格上呢，確實是比較貴一點點。那還有內建徠卡自己的調色，如果你有用過那個小米徠卡的話呢，那個調色真的蠻像的，就是非常有徠卡風格的調色。那至於喜不喜歡跟需不需要，就看個人。那再來呢，有2台相機呢會放在一起討論哦，就是 Canon 的 G7X 3代跟 Sony 的 RX100 7代哦。那這2台相機都2019發表了，所以到現在呢，其實都沒有後繼機哦。當然這2台現在還可以買到新機哦，但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沒有後繼機了。那我們先講那個 RX100 這個系列，它一直都是一個很常見的系列哦。你看它畢竟出到7代，它算是小型相機裡面呢，我覺得算是王者了。那唯一的缺點就是因為現在沒有。如果今天你問我對8代有什麼期待的話，我覺得如果可以換成50那顆電池，我覺得會非常棒。我寧可它的手把加厚一點點，我也希望它的續航力可以增加。如果可以用上 Sony 現在新的這種比較省電的晶片的話，那我覺得它會是一台超級厲害的相機。那當然會配上 Sony 現在新的選單 FL3 的新的風格外觀，那現在新的對焦性能，這些東西全部放進去的話，我覺得 RX100 8代呢應該是一台，只要看價格不要太誇張的話，應該是一台必買的相機。但因為現在還沒有出現，我們也不知道萬一真的出現會長什麼樣子，我們只能稍微做一下這樣子的期待。那希望那個彈出式的電子觀景窗也可以保留。那 G7X 3代呢？其實 G7X 3代當時同時發表的有 G5X 2代跟 G7X 3代。那其實 G7X 3代也是比較偏向錄影的，它帶有麥克風，而 G5X 2代呢，它是帶有彈出式的觀景窗哦，然後是比較偏向拍照的。那個時間點剛好是錄影的，我覺得是非常興盛的一個時代哦。所以大家普遍的感覺，大家是選擇的帶有麥克風的 G7X 3代。所以
至今 G7X 3代還活着，但 G5X 2代呢就已經沒有了。像 G7X 3代啊，它的鏡頭是24-100那 f1.8 到 2.8， 那 RX100 7代呢，那時候非常厲害的是因為它的焦段是24-200，那光圈是 2.8 到 4.5， 所以知道它的泛用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今天你還想要购買这两台相機的話呢，我稍微提一下，就是 G7X 3代呢，它的對焦系統呢還是对比式的，所以对焦性能呢，我是覺得不用太期待應該會比起其他今天介紹所有相機呢，它應該會相對來說比較弱一點。而在 RX100 7代呢，已經是相位混合對比了，所以它整個對焦性能會比起 G7X 3代再更好一點點但我覺得這兩台相機呢，如果你問我的話呢，我現在基本上是不會推薦的，因為都比較舊了。但唯一可惜就是因為他們目前都還沒有新的系列，但如果他們未來出了新的系列的話，這兩個系列我認為都是蠻值得購買的。那你可以說 G7X 可能後來就會衍生成像 Canon 現在的 V1 這個系列，所以我們到最後的時候呢再去聊一下 RX100 家族。如果大家很有興趣的話，未來萬一真出了8代，我們再好好的把它介紹一下。所以呢，第一趴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如果是以旅行為前提，那你要變焦的不可换鏡頭小相機的話，目前呢在2026年我覺得首推的大概就是 L10整體而言，那包含它可以錄制 4K 60 FPS 的，有 EVF 然後可以切換各種比例的，我覺得在沒有競爭品的情況下，應該是你可以選擇一台相機。好，這是第一個部分。那接着進入到第二個部分呢，我覺得比較偏向街頭攝影的部分呢，當然日常使用是沒有問題的，就是不可換鏡頭的定焦的小的隨身相機有點難因為有些相機可能不是那麼隨身反正就是這些不可換鏡頭的定焦小相機。這個賽道上呢，相機就非常多了。那簡單先大概講一下，今天會介紹到的呢，包含 Recon 的 GR3X， 還有 GR4， 富士的 X100 6代，以及 GFX100 RF，Sony 的 X1R3， 徠卡的 Q3 跟 Q343，这幾台相機會在今天討論範圍那這幾台的共通特色呢，就是我覺得他們的操控性都非常好。因為這幾台相機都算是近年更新過的相機，所以整體的性能呢，比起前面的那個系列來說，我覺得再更好一點。大概都是各家相機呢現代化的性能，所以在對焦上面、機身反應速度上面、畫質表現種種之類的東西，我認為都是很好的。你要拿來拍攝認真的工作呢，有些相機可能續航比較不足，但大體上來說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對於街頭快拍，你需要快速的開機，你需要隨時掌握上街上的一切，或者是你要作為日常 everyday 使用相機呢，我覺得這些相機呢都非常的合適。那旅行上的話，因為他們都是定焦的，所以適不適用呢，就看個人。因為這個系列相機比較多，所以在一開始呢，我還是把它分成2塊。那我覺得會把這些相機分成2塊，最主要的點就是焦段，因為我認為焦段算是在拍照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參數。那我也是覺得在學習相機的入門呢，其實盡早的去熟悉焦段的運用是蠻重要的。這些隨身相機啊，大致上分成2派，一派是 28mm， 那 28mm 代表呢，就是現在是 GR4， 當然還有 GR4 HDF 跟 GR4 Monochrome， 還有徠卡的 Q3這些都是 28mm， 當然還有一台就是富士中片幅的 GFX100 RF， 那在 35mm 到35以上就包含到最望遠就是徠卡 Q343所以就算是35到43之間，就包含了像徠卡 Q343、富士的 X100、Sony 的 X1R3 以及 GR3X 因為 GR4X 還沒出，所以 GR3X 這幾台相機呢是屬於35到40這一組那我們就把它分成2組來一一跟大家快速的去介紹一下。那這邊呢要稍微提一下，就是現在的這系列的隨身相機，他們的像素除了 GR 之外呢，像素都蠻高的。富士的 X100 6代呢算是最低的，它是4000萬像素，因為它 APS-C 的。Sony 的全片幅的那2台都是6000萬像素，富士的中片幅呢是1億像素，所以他們都有很大的裁切空間。就是如果今天是以社群發文來說的話，其實這幾台相機啊，你都可以很輕易的去裁切到可能50甚至更望遠的焦段，那這当然是没有問題的。我覺得這個就留到後面我們再講，先要稍微提一下。只是說，像你可能會說我今天用徠卡 Q3， 我也可以把它裁到35，那當然的。但如果你要這樣算的話，你知道太難分類了，所以我們還是以它原始的焦段來討論。那如果今天呢，在區分 28mm 跟 35mm， 你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適合什麼樣的焦段，因為這2個你乍聽之下好像沒有很遠，但我覺得用起來感覺差很多。如果你對這個部分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可以針對這個部分的未來可以做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我們就先聊一下 28mm 的部分那 28mm 的話，剛剛講過3台，就是 GR4
包含了 Monochrome 還有 HDF， 我們把它合在一起講，還有徠卡的 Q3 以及富士的 GFX 100RF 所以這邊非常簡單，如果你的預算呢沒有破10萬基本上呢，你除了 GR 之外呢就沒有選項了因為另外2台呢就很貴。那 GR 有什麼優點呢 ？GR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的開機速度呢會是今天介紹全部相機裡面呢，它開機速度會是最快的。GR 開機速度真的非常的快，然後呢 GR 真的非常的小，你可以看到 GR 的體積呢，它絕對是這些相機裡面的真正意義上的隨身相機，它是可以放到口袋裡面的。如果今天你要說真的能夠放到口袋裡面相機的話，基本上我只服 GR。GR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GR 是一个单手用的相机，它所有的操作的內容呢，都可以使用单手來去做操作完成。像 GR4 呢，它更新了，它把3代的轉盤呢變回了加減這個符號，所以你可以單純透過你的右手去從開機鍵到前後滾輪的調整，到加減可能調整 ISO 之類的東西，都可以只用你的右手去做完全部的操作。所以如果今天你講究街頭上隨時拿起相機快速拍攝、調整參數的話 ，GR 呢沒有任何的對手，那這是完全毋庸置疑的事情。至於 GR 你要買哪一個版本的呢？一般版的 GR 它是附上了減光鏡，如果你可能會想要拍攝一些慢快門的話，那一般版本的 GR 應該是最好的。那它還有 HDF 的版本，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歡柔焦的感覺的話，可以購買這個版本。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黑白攝影的話呢，那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GR4 的 Monochrome， 也可以考慮看看。但我不是那麼推薦新手去購買 GR4 Monochrome， 但如果今天你已經拍照已經非常久了，對這個有點興趣的話，歡迎參考一下我們頻道之前介紹過的影片，我覺得那也是一台非常有趣的相機。那再來呢，第二台呢，我們照價位來排。那第二台呢，就是富士的 GFX 100RF。這台相機呢，就是跟 GR 比起來呢，它一點都不隨身，它真的非常巨大一台相機。那因為我才剛購入這台相機沒有很久，未來呢，我們也會針對這台相機呢做完整的介紹影片，但我想要等我再拍久一點，所以這支影片應該不會很快上。我今天快速的介紹一下，如果你今天熟悉富士的相機的話呢，那 GFX 100RF 呢，它的操作呢大概是跟富士一般的相機差不多。如果你用過 X100， 那如果你用過 X-E5這類相機，那操作邏輯呢一模一樣，包含拉起來旋轉的 ISO， 包含你的快門速度在上面，你的光圈環在前面，原則上呢該調整的東西就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為它的像素很高，所以它有可以自己去隨時切換裁切比例的滾輪你可以隨時進行裁切，你也可以去改變你的構圖的框的比例你要用4:3的比例，你要用3:2，你要用16:9，甚至你要使用 X Pen 的65:24，都是可以直接上面做切換的。甚至最誇張一點的，你可以把它切到3:4沒有聽錯就是直幅的，你可以這樣子橫着拿相機拍直的照片。主打就是一個，因為我像素很多，我可以隨便浪費的感覺。我必須說，就是用到現在其實沒有很長時間，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台非常有趣的相機。在你調整畫面構圖比例上面呢，有非常大的彈性，因為它有1億像素，所以你怎麼裁，其實像素都是夠的。你甚至裁到最小，你發在 IG 上面其實都足夠，所以你可以很任性的去做各種類型的裁切。那我覺得在操作起來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那你要說它感覺上好像非常的有趣，那但是好像網絡上的討論度不是那麼高，理由非常簡單，因為最大的優點呢就是它很好玩。那其他部分呢可能比較偏向缺點。我舉個例，它的最大光圈是 F4。那我知道很多人對於一台隨身相機最大光圈就 F4 可能已經覺得太小了吧。雖然它是中片幅，但是呢 F4 的光圈確實會讓它在拍攝夜晚的時候呢比較吃力一點。比較吃力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它沒有防手震。在這個情況下，就是當你進入到低光源的場景的時候呢，它就變得沒有那麼好用了。那因為它的等效焦段是28，它原生的鏡頭是35。那我自己在拍照的時候呢，我體感起來大概安全快門呢就是30。今天 ISO 你拉到可能2000或3200，那你的快門速度降到1/30秒，其實呢 F4 的光圈在夜晚還是有那麼一丁點的吃力所以我覺得這台上使用呢可能會比較偏向是傍晚以前的時候，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這台討論度呢就沒那麼的高，再加上它的價格呢也比較貴，大概在14-15萬左右。未來呢我有沒有機會靠我自己的影片來把它平反一下呢？我也不知道但我自己用起來呢，我覺得它有蠻多不錯的地方，包含了它的螢幕是可以翻轉的這個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對於我自己喜歡的拍攝類型的話來說，能夠翻轉的螢幕，能夠觸控的螢幕還是蠻方便的。那它也是相位式的對焦，對焦性能呢，我覺得大概跟 X100 代感覺差不多。我覺得它是一台你用久之後呢，上手之後呢，會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台相機。我也覺得它是一個你會想要帶着去創作的相機。如果今天你已經有非常多相機了，那你覺得最近拍照有點瓶頸的話，你想要找一台好玩的相機，那我覺得這一台它是好玩的相機。
再來呢就是徠卡 Q3 哦，那因為我現在手上面有 Q3， 那就我的印象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 Q3 它是一台非常簡潔的相機，那它的按鈕呢當然不會像那個 GFX 100F 這麼多，但那顆鏡頭的畫質呢也是非常的好。那我知道很多人會詬病說，因為那個 Q 系列鏡頭一直沒有換了，到 Q3 6000萬像素的時候呢，有些人會覺得邊角最邊緣的畫質呢好像有點掉。因為我 Q2 跟 Q3 都用過，確實我覺得 Q2 的最邊角再銳利一點。因為我是一個在拍照的時候蠻常會校正那個變形的人，所以其實我 Q3 呢在校正過後，那個最邊緣那一圈呢多半都是裁掉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我覺得那邊緣的那一點點，我覺得影響倒是不大。那 Q3 也是有翻轉螢幕的，那 Q3 的翻轉螢幕我覺得比較難翻一點點，但還是 OK。操作上面呢，我覺得它是比較偏向你需要慢一點去操作的一台相機。比起這種有搖桿相機來說，我覺得 Q3 在操作上面呢可能不會那麼的快速跟及時，但整體而言呢，在對焦性能上面呢，其實已經遠超過我的期待。我覺得很多在使用 Q 系列的玩家也是會偏向手動對焦的，它在鏡頭上面的調整，那些參數也是非常好去操作。畫質當然是不用說，我覺得中央畫質非常銳利，這一點沒有問題。而且 Q3 呢，擁有全部相機裡面呢最漂亮的選單字體啊，徠卡的那個選單字體真的是最漂亮的，那毋庸置疑。而且它連選單都非常簡潔，我覺得在設計的那個整個精緻度上，你用 Q3 就是會給你一種非常精緻的感覺哦。那我覺得你在乎影像，你預算到20幾萬的話，那我覺得 Q3 呢真的也是一台蠻棒的相機，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Q3 相對來說也是相對保值的一台相機哦。那我們都知道那個 GFX 100F 呢，現在的二手價呢也是直落哈，所以如果今天這個也是你一個考量的話呢，那確實啊 Q 系列到目前為止連 Q1 的一代呢，那就是都還有不錯的價格，所以我們整體而言的這三台我覺得很難去做一個說在這28焦段我會優先選擇哪一台，畢竟因為 X100F 跟 Q3 的價格真的是蠻高的，那 GR4 呢就可能是大家唯一的選擇，所以以28隨身拍照來說的話呢，可能 GR4 呢會是一個大家最直接可以想到的一個選項哦。那或者如果預算真的很高的話呢，我覺得 Q3 也是蠻不錯的。好，那接下來第二部分呢，我們就來聊一下35。35的話呢，35的選項呢，就是有 Sony 的 RX1R3，有富士的 X100，然後 GR3X 跟徠卡的 Q343，總共這4台相機，我們做一點比較。首先一樣，先講最便宜的，就 GR3X。那 GR3X 現在尷尬的點就是呢，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GR4X 會出，因為以現在 GR4 的熱銷程度，我認為 GR4X 應該是可以等得到的。什麼時候呢？不知道。所以如果你現在馬上就要使用台相機，你馬上就想買的話呢，那 GR3X 應該還是唯一的選項。但我覺得 GR3X 到現在它性能呢，我覺得還是 OK 的，就不會因為它是上一代呢就覺得性能落後很多。那畢竟 GR 其實每一代你知道改進的內容大概就是那個樣子哦。那當然電池還是舊電池，這一點比較可惜一點點。那對焦性能呢，比起 GR4 來說可能稍微弱一點點，但我覺得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所以如果今天你手上沒有任何相機，你馬上就想買一台，然後你覺得40焦段比較適合你的話呢，那我覺得 GR3X 確實是可以考慮的。那它一樣有 HDF 的版本哦，但如果你問我，你手上也有其他相機了，你問我說現在要買 GR3X 嗎？我說也許你可以考慮等等看 GR4X， 說不定如果你不是那麼急的話。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GR4X 出了，你也不一定買得到，我覺得這是好像是最大的問題。接下來如果我們以價位來說的話呢，那就是富士的 X100 6代。那富士 X100 6代的大小呢，就一樣是比 GR3X 大上了不少。那以 APS 的相機來說呢，它跟另外 Sony 的那個 RX1R3 比起來呢，它甚至比 RX1R3 再大了一點點。富士的 X100 系列啊，它已經出到了，這是第6代，所以整體設計呢，我覺得它給的東西呢非常的完整，包含足夠自定按鈕，包含你有搖桿，你有翻轉螢幕，你有光學電子混合的觀景窗。這些東西，還有你有廣角套筒跟望遠的套筒，所以以完整度來說，我覺得 X100 6代是一台非常完整的相機。你今天如果突然想用28，你可以裝廣角的套筒；你想50，你可以裝望遠的套筒。它本身有4000萬像素，所以你望遠之後再裁一點也還是可以的。那有人會覺得它的畫面沒那麼銳利，那我會覺得沒有到就是真的那麼差，因為網絡上有時候會把它講得蠻差的，但我自己覺得還蠻 OK 的。就我自己在用起來，我會覺得畫質表現是足夠可以使用的，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要跟 GFX 100F 比的話，我覺得那個當然像素1億，我覺得不能這樣比。那我覺得 X100能夠給你的東西蠻足夠的，而且包含它還有閃燈。所以如果你家要說整體而言給的最豐富又最完整的台相機的話，那應該會是富士的 X106。那現在價格呢也稍微比較回穩了。那如果你不考慮可換鏡頭相機，或者是你跟我一樣，你可能本來是使用 Sony 的相機，使用 Canon 或尼康的相機，你只是想買一台隨身的相機，你不想要再整套富士的系統的話，那 X106代我覺得現在呢依然是完全可以購買的相机。你要問我說這台相机有沒有什麼缺點，我覺得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缺點，就是它的電池續航力還是比較差一點，因為它還是沿用富士比較小顆的那個電池哦。那個電池的續航大概就是那個樣子，所以硬要說的話，大概就是電池的續航，我覺得稍微弱一點點之外呢，沒有什麼非常明顯的缺點，对焦性能什麼，我覺得都是 OK 的。再往上一點就是 Sony 的 RX1R3，RX1R3 我們之前頻道有介紹過，它是一台我非常喜歡的相機。那我現在也幫它裝了一個小小手把，因為我覺得它的重量呢，就是用它原生的那個機身直接握呢，握久還是有點累，所以我幫它加了一個小小手把，我蠻喜歡這個小小手把的，握起来也非常的舒服。Sony 的 RX1R3 呢，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在今天所有介紹的相機裡面呢，它對焦性能絕对是最強的，而且是跟第二名呢，应該是有明顯的差距。我觉得這個應該沒有人會反对。擁有的呢，就是 Sony 現在最新世代的可能對焦性能，包含了像它有新的選單，它有到 FL3 的風格外觀，而且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是 Sony 用戶的話，它的整個操作呢就是 Sony 的相機，所以你幾乎沒有上手的時間哦，那你馬上就可以直接使用。那你要說它的缺點的話呢，就會稱它是一台3沒有的相機，沒有防手震，沒有翻轉螢幕，沒有搖桿哦，這是我對它的3個最大的遺憾。我覺得很可惜的是，它雖然是把電池加大了，但是最終呢是沒有裝上防手震的。如果它有防手震的話，我覺得它会是一台更強悍的機種。那再加上是翻轉螢幕，因為它前一代是有翻轉螢幕了，所以很多人對於3代沒有翻轉螢幕這件事情呢，一直耿耿於懷。當然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就是 Sony 也許他們提出來是，他們希望這台機身可以更堅固，可以用更久，但畢竟現在2026年了，我覺得有時候在使用上的時候呢，還是會有點覺得啊，如果它有翻轉螢幕的話，感覺再更完整一點點，或者是它如果可以把閃燈加回去的話，也許會再更完整一點點哦。但是呢，不得不說，以體積上來說，也確實是無得挑剔。以全片幅的隨身相機來說的話，它機身本身的大小呢非常的小，還是要提的就是因為它鏡頭呢非常的大，它鏡頭幾乎跟機身快要1:1了。這個鏡頭的關係呢，導致它跟 GR 不一樣，它沒有辦法直接收進口袋，它注定還是需要一個包來去使用的。而且因為它就是一個 T 字形，所以呢，你的包的大小呢是要包含這整個 T 字形的大小。雖然它整體而言呢，機身的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小，你可以把 GR 放在它身邊，它其實以機身本身的大小來說呢，其實不會比 GR 大多少，而且它是一台全片幅的相機，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我覺得它在設計上呢，真的是做到了一個極致的輕小，但也確實因為其他的這些缺點呢，導致呢，我覺得在目前市面上它的呼聲可能沒有那麼高，而且你可以從它的那個價格上面來看哦，最近感覺它的新品呢價格是有掉一點的。那當然對大家來說是件好事，它的價格如果再掉一點的話呢，我覺得真的也是蠻值得購買的一台相機。那最後呢，就是徠卡的 Q343，因為我沒有用過 Q343，那因為大致上性能呢跟 Q3 是差不多的，很多人都會說，那我今天跟 Sony 的 X1R3 比的話呢，我一定是選 Q3 哦。那我當然選徠卡，這台相機要10幾萬呢，我幹嘛不買徠卡？但是要記得，那個 Q343 呢，它其實是24萬，所以這兩台相機之間呢，其實還是差11萬。我有時候是不太確定大家的預算到底是怎麼抓的，不要講好像這台相機跟 Q3 之間價差是1、2萬，沒有，價差了快要11萬了，所以還是有一點的價差在。那Q343 呢，因為它是全新的鏡頭，那光圈是 2.0 哦，所以我相信那個鏡頭配上那個大光圈以及畫質的表現呢，網絡上也有非常多的介紹呢，我覺得那個應該沒有什麼太好去討論的。所以 Q343 呢，當你今天預算呢如果達到20幾萬的話，它確實是一台呢非常漂亮的相機。我覺得 Q343 本身外觀的顏色跟設計呢，我自己非常喜歡哦。那因為 Q343 本身，那我們這邊也沒有，所以我們就不講太多。那整體而言呢，如果你問我的話呢，我會最推薦是富士的 X106代。我覺得 X106
6代在這個地方啊，從剛剛的介紹應該可以感覺出來，我覺得它目前來說，在不可換鏡頭的定焦鏡裡面呢，它應該是最完整的一台相機，畢竟都出到6代了，所以包含它的配件，包含可以搭配東西跟副廠的各種配件，你如果買富士 X100 6代的話，能夠搭配東西呢，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本身性能也足夠好。我覺得無論是要街拍，你要 for fun， 你要帶着去旅行，或者是你要日常隨身帶着它使用，都是可以的。你去旅行可以幫它帶幾個套筒，可以應对不同的场合來做使用。你日常拍攝把東西全部切掉，放在包包裡面也是不錯，可以隨身攜带的相機。你甚至呢，它在 X100 2代啊，就是 S 的時候呢，我就拿這台相機拍過婚禮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性能呢也是沒有問題的，那像素有到4000萬也是很足夠的所以这個區間呢，我可能會優先推薦你可以考慮 X100 6代，我覺得是一台不錯的相機。好，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沒想到還有最後一個部分，最後一個部分其實很少第三個部分呢，隨身相機呢是針對錄影做特化的，目前為止呢大概就3台比較近代的，分別是 Canon 的 V1 還有 Sony 的 ZV-E 的2代。以及 Sony 的 ZV-E-F 這3台相機呢，它們都是比較偏向錄影在做優化的相機那因為現在呢，這種入門小感光元件錄影的區塊呢，已經快要被DJI 或者是 Insta360 給統治了。在這個大軍壓境之前呢，還有這3台呢，再偏向一點點拍照功能的這3台相機呢，快速跟大家去介紹一下。那像 Canon 的話，我覺得大家對於這個時代的應對呢，不管是 Sony 或 Canon 呢，其實都是推出可能更高階的錄影設備。像 Canon 最近推出了 R6V 像 Sony 的，其實它的 ZV 系列呢，現在主力感覺也是在可換鏡頭，就是 ZV-E 的這個系列那不可換鏡頭呢，ZV 系列呢，我覺得它就延續了之前 RX100 的這個系列繼續推出所以你要說 RX100 都沒有出新機嗎？可能也不是那麼精確，因為它的精神續作你可以說就是 ZV 系列那 ZV-1F 呢，其實是一台我覺得蠻有趣的相機，它熒幕是全部可翻轉的，然後呢，它是20mm f2.0 的定焦鏡，所以我其實覺得那是會是一台很不錯的街拍相機。雖然說我只有短暫玩過一下下，那台相機呢，那因為它感光元件是1寸的，再加上呢，而且它只有電子快門這幾台都是主要是電子快門，除了 V1 是有機械快門以外，其他都是電子快門。在這個情況下，如果能夠推出一台是機械快門的，然後針對拍照這一去做一點優化的，會不會是一台好玩的隨身相機？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會蠻期待的。價格如果便宜一點的話，感覺是可以隨身帶一台的。那 ZV-1 的2代呢，是1850 f1.8 到 4.0 的帶有翻轉熒幕的一台相機，那主要也是針對去錄影去做優化那我覺得這個焦段其實在日常拍照上其實應該也是蠻不錯的但如果是真的錄影的話呢，當然是那因為它本身是沒有機械快門的版本對於如果想要隨身記錄的話，但我覺得现在如果你要隨身記錄的話，要麼就是選更高階的可換鏡頭版本，要麼就是再加上一台可能是 Pocket 3、Pocket 4之類的所以我覺得他們確實現在左右被夾殺，被自己又被 Insta 夾殺的情況下呢，我覺得是感覺比較困難一點點的。那 Canon V1 呢，在網絡上其實評價蠻高的，因為它的感光元件呢是 1.4 寸就大概是1寸的2倍的大小，那它的鏡頭呢也是1650，那光圈是 2.8 到 4.5， 然後有內建風扇，所以對於長時間錄影來說是比較具有優勢的。那蠻多 YouTuber 都有介紹過，那我們自己頻道沒有介紹過，那我們用過 R10V， 我覺得 Canon 在針對錄影特化這一條 V 的這條路線上我覺得相機設計的都還蠻不錯的，所以我自己當初其實也蠻想玩玩看 V1 的，但可惜沒有玩到，所以因為沒有玩到關係呢，我也沒辦法介紹太多。但我覺得呢，它應該也是一台蠻不錯的相機。那以這3台來說，以這個時間點如果你問我的話呢，我必須說可能會去考慮到不可換鏡頭隨身的相機。那如果是針對錄影的話，我覺得可能普遍人可能還是會往 Pocket 4或者是其他 Insta 的相機去走。那如果今天你同時有拍照需求的話，那確實感覺上可能 V1 也許會是更合適的一個選項，但這只是我大致上感覺但最後還是想說，因為這個畢竟還是現在還有在販售的這個區塊，還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那這邊呢大家如果有其他看法的話，也歡迎在下方幫我補充OK，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全部在2026年的現在呢，可以網絡上購買到新品的各個不可換鏡頭的隨身的相機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哪一台會比較有興趣，或者你手上有購買了哪一台，或者是有哪一台你覺得很適合放到今天一起去分享，或者是你覺得大家應該要知道，但是我今天沒有講到，你要在下方幫大家補充的，都非常歡迎各位。好，那我們就影片就到這邊，那感謝大家的收看，那就下次影片再見，大家拜拜。